你知道吗？一转眼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了，而在这一年啊，有一个跟咱们每个人的钱包，特别是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钱包息息相关的重磅政策就要正式落地了。如果你家里有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你自己就是，那今天这个内容你真的要打起12分精神看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从明年开始，家里长辈每年能稳稳地省下将近1万块的健保费。这笔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能多买多少营养品，多做好几次检查啊！大家好，我是佑丽，欢迎来到健康永驻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可以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的长辈们。最近啊，关于65岁以上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消息，可以说是传得满天飞，但很多朋友看了半天新闻，还是一头雾水，到底我家符不符合资格，具体该怎么去办？别着急，今天佑丽就花点时间，把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里里外外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在开始之前，请大家动动手指，帮佑丽点个赞，给我们的频道加加油，也请在评论区打上守护健保4个字，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当然啦，别忘了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和福利的实用资讯了。咱们首先得搞清楚，为什么突然间这个长者健保补助会成为全民焦点呢？这背后啊，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大趋势。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咱们的社会正式迈入了一个里程碑，每5个人里面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正在飞速地跑进一个超高龄社会，人上了年纪，身体机能下滑，跑医院的次数难免会增加，这是自然的规律。可是，咱们台湾引以为傲的全民健保，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它的水从哪里来？主要就是靠我们每个正在工作的人，每个月从薪水里面扣缴的保费。现在的情况是，用这个水池里的水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往里面注水的主力军，也就是青壮年的工作人口，比例却在下降。这个水池进水的速度赶不上出水的速度，压力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象。所以，长者健保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发福利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健保这个制度未来还能不能稳稳当当做我们靠山的大问题。说到这里，佑丽得先带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你可能会发现，怎么好像有点乱。目前的状况啊，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岛上好多套规矩。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主要的补助是针对那些70岁以上，而且属于中低收入户的长辈，由政府来全额补助他们的健保费。如果你是一般家庭的爷爷奶奶，很抱歉，这个中央级的补助大概率是拿不到的。那问题来了，那些刚刚满65岁，还没到70岁的年轻长辈们怎么办？这就完全看你投胎在哪个县市了，真的是同岛不同命，在这个事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佑丽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懂了。假设张伯伯今年刚满65岁，如果他住在基隆或者新北，按照现有的规矩，他这个年纪是没有任何健保补助的，每个月该交多少保费，1分都不能少。但是如果他的户籍在台北市或者桃园市，那情况就不同了，只要他去年的综合所得税率没有超过 20%， 政府就会出手帮他付这笔健保费。我们再往南边看，像台中、台南、高雄这些大城市，他们的门槛卡得更紧，要求你的综合所得税率必须在 5% 以下，才能享受到补助。你想想看，同样是65岁的台湾人，同样缴了一辈子税，退休后只因为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就要继续从退休金里扣钱交保费，有的人却能享受免费，这心里的落差和那种不公平的感觉，肯定是特别强烈的。正是这种看户籍定福利的乱象，让大家的抱怨声越来越大，再加上选举的政治氛围，各个党派的政治人物也都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像国民党的侯友宜先生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方案，他认为以后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综合所得税率在 20% 以下的，都应该享受健保全额补助。这个方案要是真能通过，全台湾估计有400万长辈能受惠，但政府每年就得再多掏出160亿的预算，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另一边，民众党的柯文哲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支持态度，眼看着在野党都提出了吸引人的方案，执政的行政院也赶紧跟进，推出了一个中央统一版本的方案。
这个方案主要针对的是健保第6类的投保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名下也没有太多财产，同时还没有子女或配偶可以让他们依附投保的65岁以上长者，他们每个月要交的826块钱保费将由中央政府来买单。这个方案大概能覆盖70万名长辈，政府每年要花大概100亿的预算，听说最快在今年年底就能开始实施了。好了，前面的背景和各方提案都给大家捋清楚了，现在咱们就来重点敲黑板，说说这个定在2026年要上路的新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该怎么去把握它。这个政策的核心其实就围绕着2个简单的门槛，只要你家里的长辈跨过了这2道门槛，从明年开始，健保费这笔开销基本上就不用再自己操心了。第一个门槛是年龄，这个很好理解，必须年满65岁。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原住民同胞，他们的年龄门槛会放宽到55岁以上，这个看身份证就知道了，非常明确。第二个门槛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叫做资格条款。这次政府设定的标准是看综合所得税率，如果你的综合所得税率在 20% 以下，那么恭喜你，你基本上就符合补助资格了。这里又要多解释2句，什么是综合所得税率？它就是政府根据你去年的所有收入总和，扣掉你的免税额、各种扣除额之后，计算出来的一个应税的等级。这个税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你真实的经济能力。政府设计这个门槛的初衷呢，是希望把有限的补助资源精准地给到那些经济上确实比较紧张、需要帮助的长辈，而不是撒胡椒面，让那些虽然退休了，但家里很有钱、收入很高的长辈也来领这份补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下就明白了。比如一位退休的公务员或者老师，每个月领着2-3万新台币的退休金，他的所得税率很可能就落在 5% 这个级别，那他绝对是这个政策想要帮助的对象。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位长辈名下有好几套房子在收租，银行里还有大笔的存款在生利息，他一年的收入算下来，所得税率超过了 20%， 那政府就不会再补助他的健保费了。这样的设计思路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注重公平性的，努力想把钱花在刀口上。政策讲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申请攻略了，大家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或者直接收藏分享这个内容。首先是时间点，虽然政策是2026年正式实施，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相关的申请作业往往会在前一年的年底，也就是2025年的12月中旬左右就陆续开始启动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等到明年才想起来，从现在开始就要多留意卫生福利部的官网或者健保署的官方网站，关注最新的公告信息。第二步是自我检查，你得先确认自己或者家里的长辈到底符不符合那个综合所得税率 20% 以下的资格。如果你不确定去年的税率是多少，有2个方法。第一，可以去国税局申请一份综合所得税试算通知书。第二，可以直接上网用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登录报税系统，查一下去年的报税资料，看清楚税率是不是落在 20% 以下。如果你的税率刚好卡在 20% 的边缘，心里没底，那我强烈建议你直接打个电话给健保署的服务专线0800030598，问清楚最稳妥。第三步是准备材料。一般来说，你需要准备的有申请人也就是长辈本人的身份证正本和复印件，如果是由子女代办，代办人的身份证也要带上，然后是全户的户口名簿或者户籍誊本，这是为了确认家庭成员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所得和财产的证明文件，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去年的报税资料，或者由国税局开出的纳税证明书。对于那些完全没有收入也没有财产的第6类长者，可能还需要签一份切结书来声明自己的经济状况。第四步是申请方式，主要有2种，非常方便。一种是线上申请，你可以直接上健保署的网站，用健保卡或者自然人凭证登录电子系统，按照指示填写资料，再把准备好的文件拍照上传，坐在家里动手指就能搞定。另一种是临柜申请，亲自带着所有准备好的文件原件和复印件，去到你家附近的健保署各分区办事处或者乡镇市区的公所，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帮你处理。申请提交上去之后，大概等个10天到半个月，审核结果就会出来。一旦审核通过，健保署会通知你，从下个月开始，
保费就会自动减免，不用你再操心了。但是佑丽这里要特别叮嘱大家一句，申请通过绝对不代表就一劳永逸了，政府每年都会重新审查一次你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果你今年的经济状况突然变好了，比如继承了一笔遗产，或者投资赚了钱，导致你的综合所得税率超过了 20%， 那么你的补助资格是会被取消的，甚至有可能需要你把之前政府帮你出的保费给补缴回去。所以诚实申报是底线，千万不要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最后因小失大，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说完了怎么帮长辈省钱，佑丽想和大家再往深一层想一想，一个政策好不好，光看它能不能省钱是不够的，我们还得看看它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有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首先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世代公平问题。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刚刚大学毕业25岁的年轻人，在台北找到一份工作，月薪3万块，每天通勤加班，付完房租，生活费所剩无几，压力山大，但他每个月还是要老老实实从牙缝里挤出750块钱来交健保费。而他租的房子隔壁住着一位68岁的退休伯伯，靠着早年买下的几套房子收租，每个月 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就有10几万，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制度主要看所得税率，伯伯的租金收入税率可能很低，结果他反而符合资格，健保费全免。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个日子紧巴巴的年轻人，在用自己的保费去养一位经济实力远比自己雄厚的多的退休长辈。这个画面大家觉得公平吗？心里舒服吗？很多社会福利专家和立法委员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这笔每年上百亿，甚至未来可能几百亿的补助预算，他的钱从哪里来？归根结底还是全体的纳税人，而其中负担最重的恰恰就是这群正在打拼的年轻人。而且健保的大饼就这么大，如果把巨额的钱都挪去发保费补助了，那原本就存在的那些问题怎么办？比如医护人员过劳、薪水偏低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去改善？医院长期缺护士、缺药师，人手不足，谁来照顾我们生病的家人？还有更多正在等待救命的癌症病友，很多效果好的新药、新疗法，因为健保没钱，迟迟无法纳入给付，他们等得起吗？如果我们把宝贵的资源过度倾斜在免保费这件事上，会不会无形中牺牲了整体的医疗品质和进步？这会不会进一步加深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台大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医师也表达过他的担忧。健保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险，核心精神是互助共济、风险分摊。但现在人口结构老化，不交保费，只使用医疗资源的人口越来越多，而负责缴费的主力军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个互助的池子里的水只会越来越浅。如果再大规模的推行免保费补助，等于又减少了收入来源，长此以往，健保这个体系会不会有撑不住，面临崩盘的风险？目前，全台湾已经有超过400万人是完全不用交健保费的，新的政策实施之后，这个数字肯定还会继续往上涨。还有一个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健保费的计算方式，它主要是跟薪资收入挂钩的，也就是说，上班族、打工仔是贡献保费的主力部队，但是很多真正富有的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股票获利、房租、利息这些资本利得，而这些钱在现有的健保制度设计里，很难被算进保费的计算基数里，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一个每天加班、年薪100万的年轻工程师交的健保费可能比一个身家上亿但靠收租和理财生活的退休企业家还要多，这显然是一种垂直的不公平。所以很多专家都大声呼吁，政府真的应该痛下决心改革健保费的费基计算方式，让那些拥有更多资产和社会资源的人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才叫真正的公平。佑丽也听过一个让人感慨的真实故事，在台北有一位35岁的陈小姐，月薪5万块，算是同龄人里不错的了。她每个月要交700多块的健保费，同时还要负担房租、养育孩子，经济压力不小。而她家隔壁住着一位68岁的李伯伯，因为早年购置了3套位于黄金地段的房子，现在光是收租，每个月 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就有10几万，生活非常优渥。但因为李伯伯的综合所得税率没有超过 20%， 他完全符合补助标准，健保费1毛钱都不用交。陈小姐心里感到很无力，
他觉得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要扛起社会的经济重任，现在竟然还要在无形中帮经济条件比自己好很多的老年人支付部分健保成本。他的这种感受其实代表了很多年轻世代的共同心声，照顾长辈、敬老尊贤是我们社会应该的美德，但任何福利政策的设计都必须兼顾公平性和永续性，不能为了讨好某一部分的选民，就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益，透支整个制度的未来。根据统计预测，到了2070年，台湾差不多每2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未雨绸缪，把一个公平稳固的制度建立好，那么等到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负担将会沉重到无法想象，甚至可能压垮整个体系。那到底什么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很多学者认为，未来的补助或者福利不能光看年龄和所得税率这种单一指标，更要看一个人真实的经济能力，比如要去查核他的总资产。如果一个老人家名下有好几套没有贷款的房子，那他显然不需要这笔健保补助。相反，一个工资不高，还要在都市租房子住的年轻家庭，或许才是更需要社会支持的对象。把有限的资源最精准地投放到那些真正有困难的人身上，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也才是对全民纳税钱最负责任的态度。另外，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与其把几百亿的预算砸在免缴保费这件事情上，不如把这些钱更优先地投入到改善医疗环境上，给日夜辛劳的医生、护士加薪，留住人才，加速引进救命的癌症新药、罕见疾病用药，更新老旧的医院设备，提升就医品质和效率。这样的投资，最终受益的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毕竟，谁不希望自己或家人生病时能遇到精神饱满、耐心专业的医护人员，能用上最有效、最先进的药物和设备呢？最后，佑利想说，这个即将实施的健保补助政策，对于那些经济上真正有困难的长辈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的好事。家里如果符合条件的，一定要记得去申请，这是你们应得的权益。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我们也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老人的尊严和福祉，不是单纯靠免费换来的，而是靠一个健康、公平、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制度来支撑的。这个制度必须要让年轻人看得到奋斗的希望，也让老年人感到长久的安心，这才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想要的未来。现在政策还在最后的筹备和细化阶段，正是我们大家积极关注、理性讨论、发出声音的好时候。只有社会大众都来关心、都来监督，才能促使政府把政策设计得更周全、更公平、更有远见。如果你觉得佑利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有启发，请不吝点个赞，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特别是那些家里有长辈的群组。让我们一起用关注的力量来守护我们珍贵的健保，守护台湾的未来。别忘了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我是佑利，我们下期再见。